威廉，你不是常常抱怨你是易胖体质，连呼吸都会变胖吗？对啊，可是每次我这么说，你都说是我偷吃红豆面包，体重才降不下来的。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偷吃，体重却硬是掉不下来。你说这不是呼吸都能胖，还能是什么？可能啊，我真的误会你咯，因为呼吸真的能够使人变胖呢。什么？真的还是假的？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精确一点来说，应该是说脏空气会使人变胖，这你万万都没想到吧？我们呼吸到被污染的空气，居然会让人变胖呢。是没想到，但是脏空气跟肥胖有什么关系呢？总不会是因为脏空气会刺激脂肪，使它们变得肥大吧？不是直接刺激脂肪细胞，脏空气之所以让人变胖，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肠道菌种哦。啊？所以是肠道菌种不喜欢脏空气，还是太喜欢脏空气呢？你听我慢慢说嘛。其实关于空气污染对人体的伤害一直都有在研究，那是因为空气污染一直是全球重大死亡风险因素。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于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情况下，包含臭氧和氮氧化物与肥胖、血糖失调和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有关。这些关联背后的机制仍然不确定，但跟全身发炎情况增加、脂肪组织代谢改变以及对肠道菌种的影响有关。这我相信，这些空污的悬浮微粒 PM2.5 直径不到一根头发粗细的1/28，非常非常细小，可以穿透人体肺泡，直接进入血管，跟随血液进入全身循环。我本来以为只会跟过敏、气喘、肺癌还是其他心血管疾病有关，想不到还跟肥胖也有关系。你说的对哦，这些 PM2.5 可能经由鼻腔吸入，并经由肺泡扩散到体循环，或是经由口腔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到达肠道。一旦进入肠道啊， PM2.5 中的成分就可能会透过支持或抑制特定肠道微生物群的生长，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哦。肠道微生物群是指存在于人类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由数万亿个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组成。肠道微生物群在人体健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消化食物。这些肠道微生物群可以产生各种酶类，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或脂肪分解为葡萄糖、氨基酸或脂肪酸，供人体吸收。它们还会帮忙吸收营养哦。肠道维生素群可以帮忙吸收维他命、矿物质之类的营养素，像它们可以降低肠道的 pH 值，也就有利于铁的吸收，甚至生产维他命，像维生素 B 群这类。此外，它们还可以调节免疫系统，例如刺激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成熟，还有防止过度发炎和避免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肠道微生物群还可以帮助保护肠道屏障，它们可以产生抗菌物质，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并维持肠道上皮细胞完整性，防止有害物质进入血液。而在减肥上的帮助，肠道微生物群可以调节食欲，帮助人们减少食物的摄取，比如乳酸菌可以提高瘦素的敏感性，而我们在瘦素阻抗那集说过，提高瘦素的敏感性就能够让我们降低食欲，控制进食。而肠道菌种还可以产生短链脂肪酸，像乙酸、丙酸、丁酸这些，其中乙酸可以抑制食欲，减少脂肪累积，并改善葡萄糖代谢；丙酸则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燃烧卡路里，并达到改善葡萄糖和脂肪代谢的效果；丁酸则可以抑制脂肪的储存，并有抗感染跟抗发炎的作用，也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哦。而 PM2.5 的入侵人体就可能改变这些功能，所以2020年由美国多所大学联手的研究团队，针对空污与肠道微生物群关系，为肠道微生物的基因做了定序分析。他们找来年轻人，并排除了胰岛素阻抗和葡萄糖代谢疾病的患者，一共101位作为受试者，分析他们肠道菌种，定序菌种基因，并比对他们居住环境的分析研究指出，接触空气污染物可能会透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来增加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哦。不止肠道菌种，空污还会透过其他方式伤害人体哦。什么方式？赶快说来听听。当我们吸进这些细悬浮微粒时，这些细悬浮微粒就会刺激肺泡，
肺部内层就会产生压力反应，进而过度驱动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某些不利胰岛素分泌的激素，像肾上腺素、皮质醇等等之类的激素，它们会干扰并降低胰岛素的效力及敏感性，并让人体无法严格控制血糖的浓度。而且这些有刺激性的悬浮粒子也可能会释放发炎分子、细胞激素进入血液中，这会干扰身体组织跟胰岛素的交互作用，引发发炎反应，进而影响脑部对食欲的掌控。基于上述之类的种种原因， PM2.5 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能量平衡，打乱代谢，引发肥胖、糖尿病等等的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持续在进行。像2009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就曾经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发表研究论文，指出环境空气污染加剧了饮食引起的肥胖小鼠模型的脂肪发炎和胰岛素阻抗。他们先用高脂饮食喂养老鼠10个礼拜以后，随机分成2组，一组饲养于高浓度的 PM2.5 空气中，一组饲养于过滤过的空气中。结果发现饲养于高浓度的 PM2.5 的老鼠出现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也就是胰岛素阻抗的情况，而且内脏周围的脂肪细胞也会明显增加。所以环境污染不仅仅会增加肺部及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对我们的减肥大计也是多所伤害呢。听起来这是多方面的影响哦。不仅仅如此，空污的细悬浮微粒还会间接刺激脂肪合成，虽然具体机制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有几个可能途径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首先是发炎反应，刚说过，空污细悬浮微粒会导致体内发炎反应增加，进而影响脂肪细胞的功能。炎症反应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变化，其中就包含促进脂肪合成跟储存。其次是氧化压力，空污悬浮微粒可能会含有有害的化学物质，例如重金属、多环芳香烃等，这些物质可能通过产生自由基之类的氧化压力来影响细胞功能。氧化压力也可能干扰细胞的代谢途径，包括脂肪代谢，进而促进脂肪的合成。再来是会干扰神经内分泌，空污细悬浮微粒可能会对神经内分泌产生影响，这可能包括影响神经信号的传递和激素的分泌。激素在脂肪代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神经内分泌的干扰可能会导致脂肪合成的增加。最后是干扰细胞信号通路，空污细悬浮微粒可能会影响细胞内的信号通路，包括那些调控脂肪的代谢通路，例如它们可能会干扰脂肪细胞内的脂肪酸分解或合成途径，导致脂肪合成的增加。总体来说，空污细悬浮微粒可能会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脂肪细胞的脂肪合成，进而对代谢健康产生影响。所以关于空污导致的肥胖大型研究也一直持续着。像2020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拉拉分校研究团队就针对中国大陆1989年到2015年间13741位民众做出空气污染对体重和肥胖影响的研究，发现过去12个月内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公尺增加1微克， BMI 就会增加 0.27%， 所以空气越脏就真的会让我们身体越胖呢。好难以想象，连呼吸都会胖，那难道我们要减少出门吗？不要以为室内就没有空污哦，像甲醛啊、尘螨啊、油烟啊、粉尘都属于室内空污的一种，这些都一样有危害。所以我们家的空气清净机就要打开，这样才能够帮我们过滤空气哦。可是户外呢？户外的空气污染那么严重，我们这小小的个人，除了多多搭乘大众捷运、少开车骑车以外，简直是束手无策嘛。怎么会束手无策呢？出门戴个防 PM2.5 的口罩就行啦。像 N95 口罩虽然防护力最好，可以顺便挡病毒，但通透性实在太差，不要说你戴不住，连我都戴不住呢。网络上说 CP 值最高的还是我们现在戴去诊所的医疗级口罩，有一半的阻挡效果，但因为密合度比较差，所以你就跟我学，一次戴2个口罩，医疗级的戴在里面，外面再加个活性炭的口罩，增加密合度，保证你可以挡掉不少 PM2.5 呢。唉，现代人真是越来越辛苦，天气越来越热，出门还得戴口罩，我还以为新冠疫情过后我就呼吸自由了呢。